前几天，一个朋友突然问我关于恋爱的技巧，怎样才能追到自己喜欢的女孩？可能是临近年底，要面对七大姑八大姨的轮番盘问，朋友心里多少有些惶恐不安，想要临时抱佛脚，回去好交差。我之前觉得爱情这种事可遇不可求，顺其自然就好，晚点恋爱反倒更自由潇洒。我们眼中的自己往往是这样的、这样的，或者是这样的，但在父辈眼里，我们其实是这样的。父辈们每年都重复着善意的提醒，都30了还找不到对象。你张大爷的儿子，孩子都会打酱油了，隔壁村王婶的闺女也单着，我看你俩就挺合适的。当然，我们每年也重复着敷衍的回答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父辈们的督促不无道理，因为他们知道爱情其实是可遇也可求的。如果你帅成吴彦祖或者富成王思聪，你大概每天都可遇，你的烦恼应该是如何优中择优。那剩下的99%的普通人，还是应该思考下如何可求。显然这样难度系数会高一些，很可能你在生活中和工作中游刃有余，但在爱情里处处碰壁。因为爱情不是单方面努力的结果，它更像是双方的甚至三方的博弈。如何在这场博弈中取胜，单纯靠花点钱用点心不一定有好的效果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做了3年舔狗4年备胎，到头来还是被发了好人卡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如何利用心理学效应，让你在爱情这场博弈中取胜，最终俘获男神女神的心。这4条心理学效应可能会颠覆你对感情的认知，但它们确实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渣男总有人爱，为什么付出得不到回报这些问题。1. 富兰克林效应，让对方付出比自己付出效果更好。之前在知乎有一个问题，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你快速获取他人的好感和信任？下面这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回答获得了惊人的75000个赞。让别人喜欢你的最好方法不是去帮助他们，而是让他们来帮助你。1736年的一天，富兰克林在宾夕法尼亚的议院发表演讲，另一位议员完全反对他的观点，甚至发表了一篇演讲，十分激烈地批评了富兰克林。富兰克林有点措手不及，但是又想争取这位议员的同意，怎么办呢？他无意中打听到了这位议员的家里正好有一套非常稀有的图书，于是他十分恭敬地写了一封信，厚着脸皮向这位议员借书。没想到这位议员竟然同意了。1个星期后，富兰克林还书时郑重表达了谢意。几天后，当他们再次在议会厅见面时，富兰克林没有想到的是，议员竟然主动过来打招呼，而且还表示任何时候都愿意为他效劳。从此他们2人化敌为友，终生保持着友谊。富兰克林说，消灭那些被你帮助过的人，那些曾经帮助过你的人会更愿意再帮你一次。这就是心理学著名的富兰克林效应，广泛应用于人际交往中，比如会哭的孩子有奶吃，人脉都是麻烦出来的。当然在爱情里也同样适用，谁付出的越多，谁爱的就会越深。我们可以想一下，你喜欢上另一个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？是因为他的外貌、品格、地位、财富？其实都不是，而是你的陪伴、关心、思念，你倾注的时间和心血。所谓爱，就是你对一个人付出的总和。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，从不断的付出变为适当的索取，调动他为你做一些事情，哪怕是很小的事，只要他为你付出了一定的时间、精力，他爱上你的几率就会加大。2. 韵轮效应，个性独特比完美先生更具魅力。20世纪20年代，美国心理学家爱德华·桑代克提出了韵轮效应。通俗来讲，就是一个人某种品质给人以非常好的印象，在这种印象的影响下，人们对这个人的其他品质也会给予较好的评价。美国心理学家凯利为了证实韵轮效应的科学性，以麻省理工学院2个班级的学生为对象，设计了一个心理实验。一天，凯利向2个班的学生宣布自己有事离开一段时间，临时请了一位研究生来代课。他向第1个班的学生介绍这位研究生时，将他描述成具有热情、勤奋、果断等品质的人，而向另一班学生介绍时，将其中的热情一词换成了冷漠，其他各项完全相同。下课之后，前一班的学生与研究生一见如故，亲密攀谈，而另一个班的学生对他敬而远之，冷淡回避，仅仅一词之差，效果却大相径庭。我们在生活中也常受到韵轮效应的影响，以偏概全地对他人倾下判断。比如通常会认为成绩好的孩子一定品性优秀，漂亮的女人一定举止优雅，富有教养，风度翩翩的男士一定事业有成，家境殷实。在爱情中也是一样，当你和对方2个人不熟悉的时候，你怎样让自己迅速吸引到对方呢？你可能会把自己表现得温存、体贴、绅士，各方面都很完美，但这样做有2个缺点，一是难度高，不易实现，二是没重点，让人无感。这就可以利用韵轮效应，先找到一个切入点，让某一特质打动他、吸引他，让他会爱屋及乌，进而被你身上的其他特质所吸引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一个女生对你说你是个好人，你俩基本就凉了；而如果她说你跟别人不一样，就代表有戏。女孩子喜欢一个人，往往并不是这个人各方面都很好，而是因为身上某种独特的点触动了她。
3. 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。艰难的爱比顺利的爱更牢固。我们都知道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。罗密欧与朱丽叶相爱，但由于双方世仇，他们的爱情遭到了极力阻碍。但压迫并没有使他们分手，反而使他们爱得更深，直到殉情。这样的现象我们叫它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，就是当出现干扰恋爱关系的外在力量时，恋爱双方的情感反而会加强，恋爱关系也因此更加牢固。这种场景我们好像在电视中经常看到，什么父母宁死不同意了，男主女主患癌了，出车祸了等等，不管结局是喜是悲，但他们的感情一定是越来越深。现实中也是一样，我身边就有为了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，选择私奔，甚至跟父母断绝关系的。这个效应有2个深层原因，一是人都有逆反心理，压力越大，反抗就越大；二是人们对自己行为的解释都是从内外2方面去寻找理由的。如果外界的理由消失了，就会从内部去强化这个理由，这样一来感情就迅速升温了。所以这就需要你在有达以上，恋人未满的时候，适当创造一些小困难，让他觉得你们这样的关系并不是轻易获得的，他会更加珍惜，进而对你产生感情。当然，我不建议真让父母故意为自己的恋爱设置一些障碍，那样的话可能会为之后的婆媳关系埋下裂痕，这个度需要自己去把握。同样，你们的感情如果遇到了一些小困难，也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扭转局势，让彼此的关系更进一步。4. 巴拿马效应，反对比赞美更容易被视为知己。如果你对一个性格内向的人说，你表面看起来很内向，不善言谈，但我发现你有一颗火热的心，遇到知心朋友，你总会毫无保留地吐露真心，这个性格内向的人一定会觉得你说的对，觉得你懂他。如果你对一个性格外向的人说，你虽然看起来性格开朗，大大咧咧，但我发现你的内心很柔软，你害怕被欺骗，担心被背叛，你希望身边的人永远美好，这个性格外向的人也会觉得你理解他，并把你视为知己。细心的你可能会发现，以上2段描述大致意思是一样的，并非你真的懂他，而是事物都有2面性，用2面性去描述一个事物永远都是对的。巴拿马效应是指人很容易相信一个笼统的一般性的人格描述，并认为它特别适合自己，并准确地揭示了自己的人格特点，即使内容空洞。这个效应有2个很有趣的应用，一个是星座，一个是算命。算命先生可能不知天文不晓地理，但他一定懂人心。他们善于利用巴拿马效应中的笼统的一般性的人格描述，去揣摩对方的内心感受，说出一些模棱两可的既往判断和未来预言，用词笼统而抽象，都是人生常见的一般共性。求助的人也会放大言语中跟自身切合的点，容易接受算命先生的暗示，觉得先生料事如神。同样，在爱情中，女孩并不需要一个每天赞美她的人，而是需要一个懂她的人。不管是真的懂还是表面懂，你一味的通过表象赞美对方，并不能打动他，因为这样的赞美他可能早就听腻了。而如果你站在表象的对立面，提出反对的观点，你就会是他的知己。试想，你会拒绝一个懂你的人吗？当然，爱情中的心理学效应远不止这4种，还有比如让对方产生恋爱错觉的吊桥效应，让对方按你的期许转变的罗森塔尔效应等等，都可以帮助你在恋爱中抢占先机，处于优势地位。研究恋爱心理学真的比你说几句土味情话，送几束百合玫瑰效果来得好。最后，祝在看视频的小伙伴们都能够追到心里的那个他。当然还有一点，即便你真的把这些心理学效应运用得得心应手，也不要雨露均沾，因为爱情的神圣不容亵渎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，谢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，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星河将不胜感激，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。一个人可以走多远，关键在于与谁同行。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。这里是星河百度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